俄罗斯美女导游带我游览海参崴，这个俄罗斯城市已被中国游客攻占。这是俄罗斯海参崴旅游的第一天，俄方美女导游带领我们游完了金角湾，下一个景点是海边灯塔。好漂亮！顶呱呱！俄罗斯的游，很高兴认识你们。我们现在就在灯塔，这是我的最爱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最漂亮的地方，在海参崴。对。然后我们就在连云的广场和火车站。不着急，慢一点。俄语我听不懂啊。那俄语他说俄语，他说的那。坦白地讲，我非常认可俄罗斯女孩的颜值。导游的一句评价深得人心，他说年轻时的俄罗斯女人就没有难看的。根据我观察到的事实，此言不虚。每个男性都拥有着美好的爱情理想。如果可以和俄罗斯妹子交往，我最好奇她身体的部位就是她的脚趾。据说大部分的中国人比大部分的白人少2块骨头，就是小脚趾部位。大部分中国人小脚趾只有2节，而大部分白人是3节。这并不是说我们比较弱，反而说明我们经过了更先进的进化。2只小脚趾从物理角度来说，结构更实用，抓地力更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相比白人，乒乓球、羽毛球更强，跳水、体操更优秀，中餐更好吃，中文水平更高。这似乎也寓意着我们站得更稳，将会走得更远。旅游巴士经过海参崴的市中心，如果把海参崴和中国一个普通县城来对比，高楼大厦可能还是中国县城更多。但如果比市中心的建筑美感，海参崴就会完胜。为什么海参崴的城市观感会更好？观众们可以帮我总结一下。这处海边灯塔其实是一个野景区。导游说，之前这里游客并不多，俄罗斯本地人也很少来这里。但是自从中国电影《七月与安生》在这里取景之后，来海参崴的中国游客必到这里打卡游玩。后来中国游客的火爆带动本地人也来凑热闹，相当于是一次反客为主的反向输出，正把这里变成了海参崴的网红景点。今天海风有点大，我个人有点抗拒。海风的吹拂使腹部温度降低，影响肠道蠕动和消化功能，刺激引发肠道异常收缩，可能导致胃肠功能紊乱，最终的结果就是窜稀。回想当年我在朝鲜旅游时，早上付费150参加了喂海鸥看海狗的出海游船活动，肠胃被秋风所伤。中午吃完午饭后从朝鲜返回中国，肠道悸动，气势浩荡，我心稀烂，括约硬扛，又不好意思跟朝方导游求助，一路呲牙咧嘴，夹腿闭局，险象环生，一触即发。坚持忍到关口，奔至野山，喷涌奔流，怒突狂泻，天地动摇，四海震荡。回国后写了一篇雄文，名叫《朝鲜窜稀记》，后来也做成了视频，大家可以往前翻看。尽管凉意十足，但还是有很多当地人在海里游泳，或者穿着比基尼在岸边休憩。有人可能会说，你多放一点美女比基尼的视频上来。我想说的是，请大家一定相信我，绝大部分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穿上衣服比光着身子好看多了。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你们自己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去一下规模较大的游泳池，可能真正让你觉得好看的身材不到1%。可以这么讲，在人类社会，衣服不但是遮羞，而且是遮丑。穿上衣服时，你会脑补出很多美好，一旦真正脱了，你会见识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主要的部分是瑕疵和缺陷。岸边有一个祖传望远镜，底座锈迹斑斑，但上半部分体现了俄罗斯军工品质，粗糙但耐用。望远功能应该还在，但是在高强度的使用之下，镜片就像我这种中年男士已经油到包浆。眼睛凑上去看到的是60年代雪花牌电视机信号欠佳的画面。这家望远镜摆在这里，一是起到了文物的作用，二是促进了红眼病的传播。同行的东北妹子
捡到一只活的海星，送给我把玩。我一直以为海星都是硬的，是类似珊瑚之类的东西，没想到活着的海星也是如此软糯 Q 弹。我上网查了一下，海星一般不建议食用，主要原因有海星的口感不佳，部分海星有毒素，可能携带寄生虫和细菌，营养价值有限。对于这么一条鲜活的生命和基于保护海洋生态的大局，我随后把它投入大海。海边餐厅上放着一只充气的螃蟹，广告效果极佳。在这块地方，中国人的数量可能还超过了当地人。旁边的面包车上简单粗暴的用中文写着旅游广告，最大的卖点就是桑拿艳舞。我帮朋友默默地拍下联系方式。在这里我发现了好几辆中国品牌的车，照现在的发展趋势，我敢打赌20年内全球汽车销量前10的榜单里可能会出现半数以上的中国品牌。欢迎大家收藏本视频，以备日后打脸。我们的下一站是海参崴绝对的市中心列宁广场。列宁广场树立着列宁的雕像，这个雕像比较写实，真实地体现了列宁1.64米的身高。在我们的印象中，白人低于1.8米都算矮。这么说吧，别说是白人，哪怕在我们村，小伙子身高1.64米，找媳妇都困难。但是我查阅了一下西方著名人物的身高，结果令我很吃惊。拿破仑165，列宁164，斯大林162，路易14 156，赫鲁晓夫166，普京170，亚历山大大帝150，墨索里尼160，希特勒165，杜鲁门163。看来确实是有志不在身高。许多海鸥在雕像上停留，鸟屎糊满了列宁的头顶，使得整个雕像莫名的诡异了起来。5年前会有一个打扮成列宁模样的俄罗斯老头向中国游客提供付费合影服务，20元一次，态度非常热忱，在合影时还会高呼为人民币服务。当然，提供合影服务的除了列宁，还有许多穿着军服的俄罗斯美女。当年我花了半秒钟的时间进行思考，然后选择了和美女合影，一口气挑了3个。这次重返列宁广场，提供合影的人们全部都不见了踪影，不知道他们现在正在奔赴何种生活，有着怎样的日常，是否仍然在为搞钱而烦恼。列宁广场周围就有许多人摆摊，卖小吃的，卖水果蔬菜的，卖蜂蜜的，都搭着简易的棚子，老实讲，确实比较影响市容。我记得5年前是没有这些摊位的，生活比体面更重要。我个人感觉应该是和俄乌战争后的经济影响有关。我们团里有个大爷在摊上买了一小盒草莓，花了50元人民币。接下来的旅程，大爷再也没有笑过。接下来我们去游览对面的海参崴火车站。海参崴火车站1912年建成，站台上有一台蒸汽机车，它是为纪念2战时期英勇的铁路工人设立的实物纪念碑。火车头由俄罗斯人设计，在美国制造，通过太平洋运抵这里。铁路旁还有一个标志物，顶端装饰着俄罗斯的国徽，双头鹰，中部有数字9288，表明从莫斯科到海参崴的距离是9288公里。现在从海参崴坐火车到莫斯科，据说仍然需要7天7夜。火车站旁边是一个购物大楼，里面基本都是中国游客。如果忽略里面的俄罗斯文字，你会感觉身处某个中国县城的义乌小商品城。里面比较吸引我的商品有套娃、军用望远镜、普京佩戴的同款俄罗斯品牌手表。我看了一下普京同款手表的价格，大概在1000元人民币左右，价格不贵，但款式略显老旧，做工略显粗糙。商场里到处可见中文，我估计很多商铺的经营者应该就是中国人。5年前来的时候，这里人山人海，5年之后感觉冷清了很多。紫金是俄罗斯的国金，紫金、铂金、黄金并称为世界3大金，是一种天然金，其主要成分是金属铑，又被称为老金。由于硬度高，抗氧化性强，可保持颜色不易褪色，佩戴美观，很多珠宝设计师选择紫金来制作首饰。585紫金，其平均每克价格大约在700元左右，价格也挺贵。商场里上厕所也是要收费的，20卢布。火车站的平台上可以看到很多的风景。
不远处的教堂金碧辉煌。如何快速地辨别东正教堂？我个人的经验是，洋葱头上装十字架，十字架下还有一个小斜杠，岸边停靠着汽车滚装船，岸上停着几排进口的新车。从苏联到俄罗斯，重工业和尖端科技领域曾经如此领先，在轻工业上却如此拉垮，能造好航天飞机，却造不好小汽车，我百思不得其解。就像我难以理解，当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几乎可以支配整个地球，回家却被希拉里抓破了脸。克林顿只能时不时抱着一只猫出镜，还对记者说这只猫很淘气。旁边的海湾里便停泊着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现役军舰。在国内，别说是现役军舰，就是海警船都会停在游人稀少的地方，而且严禁拍照。俄罗斯人则粗放得多，现役军舰就摆在游客最多的地方，随便你看，随便你拍。不过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俄罗斯这点海军舰艇防着我们确实没有意义，因为我们根本看不上。据说每天中午的某个时间点，俄罗斯的军舰上还会放炮，仪式感十足。军舰的后面可以看到壮观的金角湾大桥，从这个角度看似乎更壮观。不得不说，海参崴的海湾确实很漂亮。如果城市有性别，我觉得海参崴应该是男性。海参崴的城市中央有很多象征着战斗和力量的元素，军舰、火炮、潜艇、长明火。靠着尚武的精神，俄罗斯民族在短短的400年时间里，把领土扩大了400倍，成为地球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算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国家，但最幸运的应该还是中国。中国保有世界岛最完美的国土，还具备世界上最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中国将拥有更美好的未来。